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凌云霄。您和家人辛苦攒下的血汗钱，现在正躺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您觉得他们绝对安全吗？我告诉您，一个前所未有的财务风暴正在悄悄形成，而风暴的中心就是您我可能都依赖过的现金。这不是危言耸听，美国国税局 IRS 这个让所有人闻之色变的机构，已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强大武器，开始了一场针对现金交易、海外资产和未申报收入的全方位大围剿。您以为与自己无关？错了，任何一笔不寻常的现金存款，任何一次亲戚间的海外汇款，甚至您在网上卖点闲置物品的收入，都可能成为引爆您财务安全的导火索。您存放在家里的现金，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而可能是一颗不知何时会响的定时炸弹。今天的视频，凌云霄为您直白揭开内幕 ，IRS 的新权力有多可怕？为何现金交易危机四伏？普通人最容易踩中的雷区在哪儿？而最关键的是，到底哪一招能合法、合规地保护我们半生积蓄？这直接关系到您钱包的厚度和晚年的安稳。请您一定看完，学会如何见招拆招，从此对财富心中有数。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财富安全，请点击订阅汇点生活，并开启小铃铛。这里只分享与您钱袋子相关的硬核真相和策略，您是否已感受到这场无声的围剿？如果感到担忧，请在留言区输入1。第一，您的反馈是我深挖真相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今天主题。第一个，我们必须看清的现实是 IRS 获得的尚方宝剑。过去我们觉得 IRS 查税那都是针对大富豪、大公司的事，离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小生意人很远。但这2年一切都变了，国会通过的法案给 IRS 注入了巨资，这笔钱不是用来改善服务的，主要目的就一个：加强执法，追讨税款。他们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新审计员，装备了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查税系统。这系统有多厉害？我给您打个比方，它就像一张覆盖全美甚至全球的金融天网，您所有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大额交易，甚至比特币的流向，都在它的数据监控范围内。它不再依靠人工去海量数据里找疑点，而是用算法自动比对、分析、标记任何异常。什么算异常？比如您常年稳定的银行流水里突然多出一笔无法合理解释来源的现金存款，比如您申报的收入水平根本支撑不起您突然购买的豪宅或名车。这套系统一标一个准，然后审计员的信函就会像追魂令一样飞到您家门口。您想想看，这跟以前民不举官不究的旧时代能一样吗？这就好比以前警察是靠巡逻碰运气抓坏人，现在整个城市装满了最智能的人脸识别摄像头，您的一举一动都在分析之中。对于遵纪守法的老实人，这或许是好事，但对于任何在财务上有点小动作，或者单纯是不了解规则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的开始。所以第一个要破除的幻想就是 IRS 离我很远，不，它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务生活。第二个危险的雷区就是现金存款，很多朋友，特别是咱们华人社区，小生意经营者都有使用现金的习惯，觉得现金实在没有痕迹，方便。家里临时有点余钱，或者生意上收的现金货款，顺手就往银行里一存，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您这个顺手的动作，在 IRS 的新天网眼里，可能就是最显眼的红色警报。银行有一个铁的规定，叫现金交易报告。任何单笔或关联交易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取款或兑换，银行都必须自动向 IRS 提交一份详细报告。这本身不是罪，但它是审计的起点。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构筑性拆分。您以为我每次存9999美元，分几次存就能绕开1万的门槛？大错特错。IRS 的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审计员专门盯着这种模式。如果您在短时间内多次存入略低于1万美元的现金，他们会认为您是在故意规避报告，这本身就构成了违法嫌疑，处罚可能比单纯未报告更严厉。这还不是最冤的，有时候您的现金来源完全合法，比如是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家庭备用金，或者是父母从海外带来的赠与。但问题在于，当 IRS 的信寄来问您请解释这 X 笔共计 Y 美元的现金存款来源时，您能不能立刻拿出清晰、连续有文件证明的证据链？很多人就卡在这里了，时间久了，凭据丢了，说不清了。IRS 可不会听您大概、可能、应该是的解释，说不清来源，他就可能将其认定为未申报收入，不仅要您补缴税款，还可能加上高额的利息和罚款，甚至刑事指控。您听听，这可怕不可怕？您存的可能是干干净净的钱，但因为方式不对或者留证意识不强，就可能惹上一身骚。所以现金存款这个动作，在今天的环境下，已经从一种普通的理财行为，变成了一个需要极高技巧和谨慎态度的高风险操作。它不是不能做，但必须做得聪明，做得有准备。第三个深水区是海外资产和赠与。咱们很多朋友在国内有亲人、有资产、有生意往来，父母心疼孩子在海外打拼不易，想汇点钱过来帮衬买房、创业，或者自己在国内卖了房子，想把钱转过来养老。
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是全球化的正常金融流动。但是 IRS 的眼睛也紧紧盯着这条跨国的资金河流。对于收到海外汇款的朋友，您必须清楚2个关键数字：一是年度赠与税豁免额，每年从同一位海外赠与人那里收到的超过10万美元，这个数字可能微调的赠与，您就需要用3520表向 IRS 申报。注意，是申报不是交税，但如果您不报就是违规。二是如果您在海外拥有金融账户，比如银行卡、投资账户，总价值在1年中任何一天超过1万美元，您就必须用 FBA 海外银行账户报告向财政部申报。这个惩罚极其严厉，非故意违规也可能面临上万罚款，故意不报最高可罚账户余额的50%或10万美元，取其高者。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是中美2国税务信息的交换。现在中国和美国是 CRS 共同申报准则的参与国，您在中国的金融账户信息，美国税务局是有可能获取的。您以为在国内银行存的钱 IRS 不知道，可能他比您想象的要清楚。如果您没有如实申报这些海外资产和收入，一旦被大数据比对出来，那就是铁证如山。过去可能靠信息不透明能蒙混，现在这条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很多老华侨就是因为不了解新规，沿用几十年的老习惯，结果突然收到巨额罚单，半生积蓄化为乌有。这不是故事，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案例。第4个是容易被忽略的被动收入和零工经济。时代变了，收入来源也多元了。您是不是在网上卖点手工艺品？是不是有空开网约车，送外卖？是不是有房子在 Airbnb 上短租？甚至您是不是炒点加密货币小有盈利？这些收入在您看来可能是零花钱外快，但在 IRS 的定义里，他们都是需要申报的应税收入。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个误区，以为只有收到 W2 表或者1099表的收入才需要报，不是的，只要您通过活动获得了利润，您就有申报义务。平台比如 PayPal、Venmo， 从2023税年开始，对于商业交易达到一定门槛的，也要给您发 1099K 表，并且同样会抄送 IRS。您想，您这边没报，平台那边给 IRS 报了，数据一对，不就露馅了吗？加密货币更是重灾区，每一次买卖、兑换，甚至用币购买商品，都可能产生应税事件。IRS 已经强制要求交易平台报告用户信息。你以为比特币匿名，在监管面前，它的链条是公开透明的，结合平台报告的信息，您所有的交易记录几乎无所遁形。很多年轻人因为炒币赚了点钱，完全不知道需要交税，等到想买房贷款一查信用，或者某天收到税务局的欠税通知，才追悔莫及。这些新兴的碎片化的收入，正成为 IRS 新系统最热衷捕捉的小鱼小虾，积少成多，罚起来同样能让人伤筋动骨。第5个是最恐怖的一招，失去银行服务。您可能会说，你说了这么多，大不了我就是被查到了，补税罚款吗？我认了。我告诉您，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今天的美国金融体系里，有一个比补税更可怕的惩罚，叫做可疑活动报告和账户关闭。银行和金融机构负有反洗钱的法律责任，他们内部也有非常敏感的监控系统。任何他们认为可疑的交易模式，比如频繁的无合理解释的现金存取，比如与某些被标记的高风险地区或人物有资金往来，哪怕最后证明您是清白的，银行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也完全有权单方面决定关闭您的所有账户。您想想，在现代社会，没有银行账户意味着什么？您无法收工资，无法付账单，无法刷卡消费，无法贷款买房买车，几乎寸步难行。您会被主流金融体系排斥，成为金融界流浪者，而这一切的开端，可能仅仅是几次在银行看来不合理的现金操作。这种社会性死亡的惩罚，其带来的生活不便和心理压力，有时甚至超过金钱上的损失。这不仅是 IRS 的围剿，更是整个金融系统合规压力下的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第6个是终极陷阱，不专业的建议和侥幸心理。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很多人会慌，会病急乱投医。有的人轻信网上所谓的税务高手，教您用一些激进的、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所谓避税秘籍；有的人则选择把头埋进沙子里，抱着查不到我的侥幸心理，继续原来的做法。这2种态度都是最危险的。那些激进的方案往往是最先被 IRS 盯上和打击的靶子，一旦被认定是恶意逃税或欺诈，将面临刑事重罪。而侥幸心理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无异于财务自杀。IRS 的追溯期很长，它可以翻看您过去6年的税表，如果发现您有重大遗漏，可以无限期追溯。你以为今年没事就永远没事，它可能是在养鱼，等金额够大了再收网。那么听到这里，您是不是感到窒息，觉得动弹不得，似乎怎么处理现金和资产都不对了？是不是觉得半生积蓄真的像放在了一个摇晃的桌子上，随时可能倾覆？别急，朋友们，正如我开头承诺的，有危机就必然有应对之道。前面我们把最坏的情况都摊开看清楚了，现在我们就来揭晓那个最关键、最核心的一招。这一招不是教您如何钻漏洞，如何隐藏，那些在当今科技下都是死路。
真正的一招是主动合规、专业规划，并留下无可辩驳的证据痕迹。说白了，就是把一切摊在阳光下，但用一种聪明、合法且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具体怎么做？下面我就给您拆解成3个可以立刻执行的步骤。第一步，自我审计，摸清家底，请明确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安排时间，全面梳理您和家庭的所有资产，在美国的银行账户、投资账户、房产、海外的任何账户与资产，各类可能产生收入的事物，如零散工作、生意、出租物业以及相关数字资产，整理过去3年的资金流水，重点关注大额现金往来及跨境汇款记录，尽量收集齐全。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自己心中有数，清楚潜在的财务风险所在，这是后续所有步骤的基础。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寻求专业税务顾问和会计师的帮助，确保合规。面对复杂的税务情况，合格的专业人士能为您提供可靠的支持。他们熟悉法规，了解相关机构的审查思路，懂得在当前环境下哪些策略是安全可行的。对于来源不明的现金存款、复杂的跨境赠与、数字资产的税务处理等问题，切勿自行猜测或咨询非专业人士。支付合理的咨询费用，让专业人士帮助您评估风险并制定申报方案。如果需要补报往年的税务申报，通常称为自愿申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通常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罚款和法律责任。这笔支出是保护您积累的财富所必要的，具有很高价值的投入。请记住，目标并非不履行纳税义务，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安全妥善地管理您的税务责任。第3步，养成记录和保留凭据的良好习惯。从今往后，对于任何可能产生疑问的财务活动，请务必保留证据。大额现金若来源于积蓄，是否有历史取款记录作为证明？若是赠与，请赠与人提供一份简要的赠与说明，注明金额、日期、双方关系，并声明其为无需返还的赠与。跨境汇款，保留好汇款与收款单据，明确其性质、零散收入，自行简单记录时间、项目与金额。这些证据无需非常正式，但必须清晰，有明确的时间线。当未来接到相关机构的问询时，您若能从容地提供记载所有交易证据的材料，将极大提高您解释的可信度，很可能使核查程序在初期阶段顺利结束。通过这一系列步骤，您将从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管理。您通过合规操作和完整记录，有效化解了潜在的财务风险。您的财富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后，剩余部分将是清晰、安心且可以坦然安排的。关于相关机构的审查重点和现金使用的风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从全面的监管体系到现金使用的注意事项，从海外资产的管理到零散收入的规范，以及资金往来的合规要求。我们看到，在法规日益完善、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过去一些常见的财务操作确实可能带来风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持有现金或接受跨境汇款了呢？当然不是。今天的讨论目的并非制造紧张情绪，让大家感到束手束脚。恰恰相反，是希望告诉大家，在新的财务规范环境下，如何明智安全地管理现金，如何合法地保护资产。最重要的是，要摒弃隐瞒和侥幸的心态，确立清晰、合规和专业的原则。只要您坚持做到，在重大财务决策前咨询专业人士，建立可信的支持体系，并且养成保留所有财务证据的好习惯，掌握必要知识，您就掌握了保护财富最关键的方法。好了，各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的传统智慧强调未雨绸缪，在财务安全领域，这尤为重要。在规则变化时及时调整策略，并非怯懦，而是真正的明智之举。我们的父辈或许凭借勤劳和勇气，在陌生的地方积累了家业。到了我们这一代，在继续勤奋努力的基础上，更需要具备对规则的了解、学习的意愿以及善用专业帮助的能力，这样才能使家庭财富不仅得以积累，更能平稳地传承下去。如果您觉得这些坦诚的分享切实为您提了个醒，指明了方向，请您点赞，并将这个内容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和合作伙伴。您的一次分享，或许就能帮助他们避免一个重大的财务误区，守护他们多年的辛勤积累。如果您希望持续获得这类直面现实、提供实用解决方案的财商知识与安全策略，请订阅本频道。下期内容我们可能会探讨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明智规划退休金，让您的晚年生活不仅安全，而且充裕。我们下期再见。